皇后操控了我们的人生。真德妃生产时，她扭转时间，让其难产而亡。皇帝选妃时，她横加干扰，只选自己中意的丽惠入宫。她视所有人为掌上玩物，唯独待我极好，只因她误以为我是巨情妃。她不知道我能听见她的心声，而我所迎合她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杀了她，取而代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被皇后连着杖责数日，死在了那个冬天。这就是不敬皇后、言语冲撞皇后的下场。皇后身边的长侍姑姑指着我濒死的身体，教训着新入宫的秀女。刚入宫的年轻女子尚对着繁华的深宫抱有幻想，她们窃窃私语，讨论我是否是因为多年无子才落得这般下场。我听说林更衣早年被人下毒，从此再不能孕育子嗣，长久以来心生怨妒，才会变得阴晴不定，言行不端。如果是我，一定早早地怀上孩子，这样也能有个依靠。我张了张嘴，鲜血从喉咙里涌出。我想告诉这些秀女赶紧跑，这宫里除非是和亲公主，不然谁生下孩子都得死。早早洞悉皇后为人的我，利用一碗绝子汤断送了自己的生育能力，这才苟活了10年。可那又如何？只因我惩戒了皇后喜欢的妃子，我便从淑妃一路降为更衣。面对皇后日日挑衅，我一开始尚能从容应对，可日子久了，我逐渐变得不受控制，言语无状，甚至当着她的面辱骂她。皇后有了正当的由头，开始对我日日杖责。这半年的日子里，我只能在生病、病愈、杖责中辗转。这一次我有预感自己大限将至，身体越来越轻盈，我反倒释怀地笑了，终于要解脱了。不知是不是我临死前的幻觉，皇后似乎听见了我的呢喃，瞳孔一缩。死了吗？真可惜，是失心疯就好了，我好久没刷到失心疯的妃子。唉，好无聊啊。重开吧，下一档我要奏贤后。林芳秋温婉柔佳，赐封淑妃。我竟在自己的册封大典上睁开眼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？难道之前的种种只是一场梦？我竟在册封大典上走神，还做了场10年大梦。恭喜妹妹！皇后坐在皇帝身侧，笑盈盈地看着我。思绪回笼，我恭敬地磕头谢恩。今日本宫和圣上都罚了，你们便跪安吧。皇后抢在皇帝前头发了话。即便如此，皇帝也未曾怪罪什么，一双多情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皇后。新册封的后妃们跪安后，恭敬地离去。离了大殿，甄云瑶立刻凑到我的身边。在太子府的时候，帝后的感情就是这般好。只不过如今太子成了天子，皇后也该注重些才是。甄云瑶与我是闺中密友，又一同被指给太子做了侧妃，同时获得一文一武2大重臣的助力，可见先皇是多么重视这位太子。算下来，我们16岁入府，嫁于当今圣上已经2年了。2年了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将甄云瑶拉至一旁。我们嫁入太子府可有2年之久？自然。你还记得这2年中发生的事情吗？当然记得。甄云瑶顿了顿，左不过是无所事事的2年，没什么值得记的。从甄云瑶的停顿中，我察觉到她这2年的记忆也是空缺的，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她并未察觉到不妥之处。今晚侍寝的一定是皇后娘娘吧？帝后感情和睦，众人皆知，这登基后的新婚夜自是不必多说。至少在我上辈子的梦里，皇上这1整个月都是陪着皇后娘娘的。圣意岂是我们可以揣测的？甄云瑶抬手敲了敲我的脑袋，你啊，刚封了贤妃，可别惹出什么祸。甄云瑶自小便是大家闺秀的典范，言行举止无一不透露出端庄贵气。她这个德妃名副其实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淑妃就显得像凑数的。回禀淑妃娘娘，今日侍寝的是甄德妃。我手里刚沏好的龙井茶洒出来了一些。云瑶，我看着小桃，不可置信地向她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。小桃自然不会，也不敢骗我。怎会如此？为何不是皇后娘娘？我呢喃着放下手中的茶具，这件事情太诡异了。在太子府之时，皇帝对我和云瑶就淡淡的。此番册封4妃，也不过是看在我们入府的时间与颇高的家世。
抛开皇后娘娘这个真爱不谈，就算她要选别人，也该是她比较宠幸的顾美人。顾美人虽然是商贾之女，但她却是实实在在的美人。若不是碍于身份，册封个妃位都是有可能的。后宫最美的人是皇后娘娘。一个奇怪的声音突然在我脑中响起，我眉头紧皱。客观事实来说，皇后娘娘的美貌不如顾美人。为何我刚刚会有如此离奇的想法？我又想起梦里的上辈子，顾美人册封不过2月就被毁容绝子打入冷宫，下场凄惨。好像在这个宫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在任何方面超越皇后娘娘。今日云瑶侍寝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各位妹妹在新的宫殿里住的可还习惯？翌日，各宫嫔妃按例来皇后宫中请安。皇后居于正座之上，面色和善地扫视着众人。她的目光最终停留在甄云瑶身上。德妃妹妹昨日侍寝辛苦，本宫给你送去了些山参灵芝补补身子。甄云瑶闻言，不卑不亢地起身谢恩。坐吧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不必拘于这些虚礼。我暗中观察着皇后的一举一动，她的眉眼中确实不存在半分妒忌，和我梦里的那个皇后大相径庭。难道那真的只是一场梦？亦或是皇后转了性子，如梦中所言那般，这一次她要做个好人？你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，在想什么？请安结束后，甄云瑶走到我的身边，关切地询问我的反常。皇帝为何第一个召你侍寝呢？甄云瑶脸红了，你就在想这个？要不是我和你认识多年，我都要以为你嫉妒我了。我叹气道，我当然不会嫉妒你。可是皇后……甄云瑶连忙捂住我的嘴，皇后娘娘贤良大度，可不许胡说。我点点头，不再作声。接下来的这段日子，皇后将她的贤德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皇帝一日都没宠幸过皇后，今日召见这个美人，明日临幸那个妃子。他宠幸一个，皇后赏赐一个，其中被召幸最多的还是甄云瑶。依着德妃妹妹的恩宠，想必不日便会有好消息了吧？那日请安，皇后笑盈盈地说道。一语成谶，3日后，甄云瑶诊出了2个月的身孕。这一次皇后的脸色不太好，可依旧保持着笑容，恭喜妹妹。如今的皇后已是后宫前朝人人称赞的贤后，德妃有孕，她自然不能不高兴。该死的皇帝，心里一点逼数都没有，难道真要我等到100啊？我突然听见一句措辞奇怪的话，抬头环顾四周，却发现根本无人开口。皇后狐疑地看着我，贤妃妹妹可有什么事？我赶忙低下头，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刚刚走神了。皇后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摆摆手，无妨。虽然刚刚无人开口，但我已经确认了那个声音来自皇后娘娘。难道我能听见她的心声？可是那个100又是什么意思？恭喜娘娘，皇上今日翻的是您的牌子。敬事房的小太监来报，我该侍寝了。虽然我是入太子府2年的老人了，但对于侍寝这件事我却觉得陌生得很，并不是没做过，只是没有印象做过。娘娘，请吧。我按照侍寝礼仪沐浴更衣，可左脚刚踏进浴池，整个人就昏了过去。再睁眼，小桃跑到我的跟前，娘娘，今日侍寝的是皇后娘娘。我撑起身子询问小桃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娘娘，虚时了。这不对，我清楚地记得昏倒前皇帝翻的是我的牌子，那会儿正是虚时。究竟是时间被篡改了，还是记忆被篡改了？小桃还以为我在为数月不见盛筵而沮丧，俯身劝慰道：娘娘莫着急，皇上心里是有您的。我扶着门框的手紧了紧，心里浮现出最好不要被皇帝看中的想法。这一夜侍寝之后，皇后便有了身孕，这是喜事，可皇后却像早知如此般平静，甚至有些厌烦。请安那日，面对6宫妃嫔的恭贺，皇后兴致索然地挥了挥手：今日本宫乏了，都退下吧。皇后发了话，我等只能起身跪安。头次侍寝必怀孕的设定玩久了，感觉真无聊，尤其这还是 SL 那么多次才刷到的事情。这次的皇帝真不怎样，烂黄瓜一个，要不还是把他们都杀了吧，还能让皇帝的心情变低落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说好这档不做毒妇的，我钮咕噜，倩倩绝不食言。我很确定皇后只张了1次嘴。
那么他后面那串奇怪的话只能是他的心声了。我能听见皇后的心声。掌握了这个秘密的我既紧张又激动。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我可能是唯一知道他秘密的人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自皇后怀孕之后，时间的流逝似乎快了很多。有些时候，我刚起床洗漱，抬眼却到了晚膳时间。眨眼间，1月又1月，直到甄云瑶临产那日，娘娘，德妃娘娘要生了。小桃被叫，这种大事我一定要陪着云瑶。我急急忙忙地冲出宫门，赶往未央宫。皇后先我一步到达，皇帝身边的小德子也来了。皇后娘娘，我心中焦虑，只向她行了一个长礼。好在皇后没有怪罪，她似乎比我还要紧张。伴随着云瑶凄厉的叫声的是婴儿的啼哭。恭喜娘娘，是皇子，是皇长子。皇后的眉头皱在一起，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。小德子向产婆确认了母子平安后，从宽大的袖口里抽出一份圣旨。甄德妃孕育皇嗣有功，特进为贵妃，封号义，赐协理6宫之权。脸色不太好的皇后听完圣旨，更是捏紧了拳头。果然，我还是不能接受别人生男孩跟我的孩子抢太子之位，还是让德妃死去吧。我惊恐地瞪大眼睛，焦虑之下失了分寸。皇后娘娘。皇后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等我措辞开口，我突然回到了自己的寝殿。娘娘，德妃娘娘要生了。我迷茫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又是这样，时光倒流了。小桃被叫，皇后有此等妖法，若我不能先她一步赶到未央宫部署，云瑶只怕凶多吉少。恭喜娘娘，是个皇子。我尚未能平稳气息，又被送回了寝殿。娘娘，德妃娘娘要生了。小桃被叫，恭喜娘娘，是个皇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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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德妃娘娘难产了。我颤抖地伫立在原地，皇后不停的时光倒流，为的就是这一刻吗？孩子没了。我悲痛地望着天，为这个可怜的被强行难产流掉的孩子祈祷。小德子没有再宣读圣旨，看来皇帝封的从来就不是德妃，而是这个孩子。皇后的目的达到了，她应该满意这个结果了吧？娘娘，德妃娘娘要生了。什么？我看着这熟悉的环境，惊恐地看向小桃。时光又倒流了，皇后她要做什么？不好了，甄德妃没了。我愣在原地。甄德妃诞下皇嗣后便血流不止，太医也无力回天了。那孩子呢？生下来便没了气息。皇后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家世好，样貌好，心计还是莫测，例会也不是我喜欢的。对这样的妃子，我果然还是贤惠不起来。算了，偶尔狠毒一下吧。原来母子双亡才是他要的美好结局。云瑶的死让皇帝短暂的心痛了几天，但很快这股心痛就被选秀冲淡了。是皇后提议的选秀，也不知她是不是对我起了疑心。这次选秀，皇后特意嘱咐让我也跟着长眼。宣2品武将庶女，官氏年倩觐见。秀女关年倩向前迎一拜，臣女参见皇上。皇帝对这位官氏颇为满意，气质上佳，不错。说罢，他看向身侧的皇后，不知瑶光以为如何。皇后认真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官氏，轻笑出声，眉眼下的红痣甚是妖娆，只可惜臣妾早年听人说过，长在这个位置的痣可罢了，这些也只是传言，不如听听淑妃的意见。例会这么丑，看着也不是个善茬，有多远走多远。皇后又扭头询问我，不知淑妃妹妹以为如何。我听着皇后的真心话，强颜欢笑道，臣妾不懂这些，皇上和皇后娘娘做主便是。得到满意的答复，皇后微笑着回禀皇上，臣妾认为此女不宜入宫。皇帝沉思片刻，罢了，赐花离宫。关将军与我爹算得上生死之交，几日前我爹还写信告诉我，关伯伯的女儿也参加了此次选秀。皇上为平衡前朝与后宫，你关伯伯的女儿必定中选，往后在深宫中多照应些你这位妹妹。我爹哪里晓得，这中选与否全凭皇后的心意。这样也好，皇后似妖，不进宫才是好的。宣
七品文官嫡女，崔氏求奉觐见。话音落，只见一身着藕荷色宫装纱裙的女子款款上前，一颦一笑恍若天仙降世。莫说皇帝，就连我看了都不免心动。皇帝眼前一亮，是个美人。瑶光以为如何？皇后这次不再询问我的意见，面色不佳道：崔氏生得美，可这名字崔氏莫不是有称后之心？臣妾认为此女不可留用。皇帝闻言眉头一皱，皇后想必是多心了。留牌子。崔氏正要谢恩，却见皇后一脸不悦地出声制止：皇上，不可！狗皇帝，老色批，崔求凤的例会丑绝人寰，就这还设定是大美女，这游戏疯了吧？这样命令的口吻一出，就连皇帝本人都愣住了。他盯着皇后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咬着牙说道：既然皇后不喜，赐花吧。崔氏跪在地上，不敢相信自己的去留居然要看皇后的心情。皇后厌恶地看向崔氏，内心冷哼一声：看什么看，我是主控，还管不了你们这些数据。接下来的秀女中，皇后纯凭自己的喜好挑选了几个秀女。这个例会好看，留；这个心机太深，不留；这个不留不留。一场秀女大选变成了皇后私人的选美比赛。皇后一心沉浸在欣赏秀女的例会中，我正好借此机会仔细打量她。皇后沈瑶光，沈国公嫡女，10岁时才名就已冠绝京城，15岁嫁于太子为正妃。这样端庄的贵女，心里却住着一个粗鄙不堪、胸无点墨的奇怪女子，莫不是被魔鬼附身？除此之外，我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释。在我模糊不清的记忆中，总觉得太子妃时期的她不是这样的。选秀结束，本次中选的秀女共2名，我松了口气，正欲离去。林淑妃，这已经是你第3次用这种眼神盯着本宫了，你很恨本宫。皇后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我心中一紧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惶恐，不知是臣妾哪里做得不好，让皇后娘娘会错了意。臣妾绝无此意。皇后意味不明的大打量着问我，当真没有？那日册封大典上，德妃难产，还有今日，难道都是本宫多思了？方才席间，原来她竟注意到了。别想着欺瞒本宫，本宫可以看穿你们所有人的内心。我背后冷汗直冒，指甲深深陷入肉里，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皇后突然凑近了2步，试探道：你恨本宫很正常，毕竟本宫害死了和你交好的德妃。这个林芳秋不会是隐藏剧情妃吧？不对啊，游戏介绍里没说有这个剧情妃啊。难道是彩蛋？害死他的好友可触发。可我记得上一档我害死德妃后，她没什么反应啊。哦，那时候德妃没怀孕生子，难不成？皇后内心一连串的想法钻进我的耳朵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她对我的怀疑似乎并非我以为的那样，并且这个怀疑好像对我有利。我灵光一现，连忙跪在地上：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确有一事困惑于心数日。皇后挑眉，但说无妨。果然是剧情妃，这彩蛋隐藏的够深啊。回头等我回现实世界了，我也要写一篇攻略帖。回现实世界，我抓住了这个重点信息，看来魔鬼的本体也在这里，并且受到什么限制，不能回到他的领地。若是这样，不知这本体能不能被外力击杀？娘娘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编了一个故事，声称自己的父亲早年蜀中征战时曾救下一个猫妖，猫妖感念恩情，化作一年轻女子来到父亲家中报答他。时间久了，父亲和猫妖互生情愫，一人一妖结了秦晋之好。皇后惊讶地捂住嘴，难道你？我点点头，臣妾便是父亲与猫妖母亲所生的孩子。德妃姐姐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身世的人，如今她难产离世，臣妾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总觉得失去了一个交心的人。臣妾之所以总是盯着娘娘，是觉得娘娘人好，臣妾想亲近娘娘。我停声不语，静静地等待皇后内心的反应。啊！是猫猫，咪咪咪咪咪咪，它有什么错？它只是一只想要被我领养的猫猫而已。皇后激动的脸上泛红，忍着欣喜问道：那你会变身吗？就是变成猫咪。她看我的眼神和之前不同了，恨不得上手捏捏摸摸我。我故作遗憾的摇头，
臣妾的母亲担心臣女的猫妖真身会给臣妾带来麻烦，所以用法术封了我的妖力。懂了，隐藏任务就是帮她解开封印，变成我的宠物猫。皇后恍然大悟，本宫明白了，事关重大，你万不可再向旁人提起此事。往后你若有心事，便来本宫这里，本宫乐意听你倾诉，也定会为你保守秘密。我面上欣喜，多谢娘娘。自从皇后得知我的秘密之后，她对我的态度一改往常。小厨房新做的桂花糕，我瞧着妹妹应该喜欢，便给你送了些来。这些小玩意儿带给妹妹平日里解解乏。我给妹妹新做了个逗猫棒。我看见眼前不断晃动的羽毛，无奈道：娘娘，臣妾目前还是人。哦，是本宫疏忽了。皇后面带失望地收起逗猫棒。妹妹的妖性未免太少了些，一点也不咪咪，她不会是骗我的吧？皇后的内心抱怨着，手上递来一个桂花糕。我伸手接过，又以极快的速度抓住她的手，用头轻轻蹭了蹭。皇后瞪大了眼睛。我面色微红道：娘娘若是喜欢，我也可以适当展现出自己的另一面，只是这毕竟是宫里，是的世界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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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本宫明白。打消了皇后的疑虑，我暗自松了口气。幸好小时候我养过几只狸奴，对他们的行为习性比较了解。皇后在我这里待到了傍晚，直到净室房的公公前来传旨：淑妃娘娘，皇上今日翻的是您的牌子。知道了，我即刻就去。公公走后，皇后拉着我小声问道：咪，淑妃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希不希望侍寝？我拿不准她的意思，只能尽量让自己的回答滴水不漏。我于此事上了解甚少，但既为人，又入了这深宫，作为皇上的妃子，恩宠这种事情还是有些为好。皇后了然，我懂了，你放心去吧。最近皇帝也不知抽了什么风，一连数日只召幸我一人。皇上，您如此独宠臣妾，臣妾实在惶恐。皇帝半倚在床榻上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。旁人若是得此恩宠，怕是高兴都来不及。你倒是怪得很。我恭敬地一拜，臣妾父亲一直教导臣妾要贤良淑德，所以臣妾所求从不是圣宠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若不是皇帝为制衡前朝，我家根本不希望我入宫为妃。更何况现在还有那被妖怪附体的皇后。提到父亲，皇帝的眼睛眯了起来。你父亲教导有方，只不过朕宠你，自是有朕的理由。起来吧。春宵一夜过后，我照常让小桃帮我准备一份婢子汤。虽然皇后如今待我极好，但小心些总没错的。我正想着皇后，那熟悉的身影不久便出现在我的门前。妹妹，皇后又带了些实心的布料来。狗皇帝最近抽风了，老找我的咪咪。不过这么久了，咪咪都没有怀孕哎，难道是生殖隔离？剧情飞升的儿子会做太子吗？可是好想要个小小咪啊。没事没事，如果咪咪怀了，就 SL 一个女儿，这怎么不算我和咪咪生的孩子呢？皇后冰面平静，内心已经嘀嘀咕咕了好大一串。对于我是猫妖这件事，她已经深信不疑。也不知是她体内的妖怪太单纯，还是她过于轻视我们这些她口中的数据。皇后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眼神越发慈爱了起来。皇帝对我的好已经超越了皇后，这让我很不安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淑妃临事，勤勉柔顺，性情温良，克贤内则，即册封为皇贵妃。钦此。册封皇贵妃的圣旨下来的那一刻，莫说六宫，就连我自己都傻了。皇贵妃娘娘越级进封，真是好手段啊！宫宴之上，新入宫的塞外和亲公主阿尔善岳妃出言讽刺我。皇帝位于正座之上，底下妃子的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可他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们一眼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倒是皇后出声呵斥道：岳妃喝多了酒，放肆了。本宫念你刚入宫不久，又逢中秋，思乡情切，不欲严惩。小德子，这几日撤去岳妃的绿头牌吧。你且将女则抄录10遍，静心修德。和亲公主也不能欺负我的咪咪，再欺负她，我就让你生个儿子，再毒死你，把你儿子过继给咪咪。皇后为我惩治了岳妃，皇帝有些惊讶。皇后和方丘的感情倒是很好，他称皇后为皇后，却叫我方丘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感觉皇帝有些问题。皇后掩面轻笑，臣妾和林妹妹很是投缘。剧情妃和和亲公主的含金量我还是分得清的好吗？显然皇后没有察觉到皇帝的刻意。对于这个话题，皇帝一笑而过，可我分明看见他趁大家推杯换盏之时嘀咕了一句：怪了。中秋宫宴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，岳飞突然向皇帝和皇后行了大礼。皇上、娘娘，臣妾已有孕1月有余，眼下该回去喝安胎药了。司主管弦的乐声停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岳飞身上。此话当真？皇帝很高兴，眼下后宫里除了皇后诞下的大皇子，也只有几位位分不高的嫔妃诞下的公主。岳飞怀有身孕，这是大喜之事。岳飞娇羞的点头，臣妾平日里格外注重身子，所以查出的早些。皇后娘娘，臣妾恐怕不能为您抄录女责了。他这分明是挑衅。皇后再傻也听得出来，冷笑一声，那还真是恭喜妹妹了。啊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和亲公主不要这么对我啊！能生儿子的就你和几个一羽舞姬，你这样我会忍不住搞你的。等等，不对啊，她怀孕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游戏出 bug 了。从皇后的内心中又捕捉到一个消息，皇后未能提前知道岳飞怀孕之事，而皇后本该提前知道。我思索着，难道是其中出了什么变故？随着岳飞怀孕的消息公之于众，这场中秋宫宴也到了尾声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皇帝对我冷淡了许多。除了日常看望怀孕的岳飞外，他又宠上几个新选入宫的妃子。大抵是有我这个特殊剧情妃的存在，皇后对选秀的管控松了不少。皇帝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选人了。这些新宠都是他看得上眼的新秀女。不知道皇后察觉了没有，皇帝宠幸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父亲都是在前朝与皇帝政见相左的。皇后应该是没有注意到，她的心思全放在岳飞身上了。岳飞仗着有孕，三番四次的来我宫里挑衅我，时不时的甚至去挑衅皇后。那日皇后来我宫里替我禁了她的足，我听见她内心崩溃的声音。这个岳飞怎么这么贱啊？三番四次和我的咪咪交恶。哦，还和我交恶，真当自己还是公主了？去他的吧，和亲公主可以有很多，死这一个又何妨？皇后的眼神逐渐阴狠，我明白她要对岳飞下手了。时间流逝的又快了些，如同当初云瑶怀孕时一般。娘娘，岳飞娘娘诞下一名小皇子，皇上给取名羲和了。娘娘不好了，岳飞产下皇子后血流不止，太医说已无力回天。对于岳飞的死，我早有预料，他至少还留下了一个孩子，可云瑶呢？我仰望着天空，云瑶，你在天上能看见吗？你能帮我吗？我成了二皇子的养母。其实皇帝原是想把二皇子交与旁人抚养，可皇后极力反对。皇帝气得脸色铁青，但他受限于一种奇怪的力量，在这些事情上总是无法违抗皇后的意思。好，好，都听你的。在我获得二皇子抚养权的同时，宫里又多了几位怀孕的嫔妃，就是皇帝前些日子盛宠的那几位。他们几乎同时有孕，也同时如着了魔般，一股脑地跑去挑衅皇后。有头脑简单的儒士说，皇后娘娘年老色衰了，孩子也不甚得皇上喜欢，往后谁是中宫之主可不好说。这位轻浮狂妄的理财人被皇后当场按在殿外，不顾其有孕之身，打了20大板。当天夜里，理财人小产，病痛缠绵2月后，理财人不治而亡。皇帝从未出面制止，小德子禀报时，我正在他身旁研磨。蠢货！我听见他这样说。与理财人同时怀孕的赵贵人、曹昭容就高明许多。他们从未用言语讥讽皇后，却总是明里暗里的抢了皇后喜欢的东西，暗地里造谣皇后残害妃嫔。胆大的那个甚至给皇后下毒，企图让皇后容颜尽毁。可惜他们不知道皇后有上帝视角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两个贱人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吗？整个宫里就你俩服员掉了，以为我不知道？死死死，都给我死！一个个例会那么丑，怀孕了还不安分，我等不到生产了，现在就给我死！鬼鹫一品红，启动。赵贵人和曹昭容一夜之间双双暴毙，他们连生产之日都没等到。皇帝倒是没那么意外，
他只是觉得太快了些。没错，皇帝想让他们死，借此打击前朝那些忤逆他的人。他似乎也察觉到皇后的不同寻常，比如在后宫之中，她无法自己做主做些什么，比如她宠爱谁，谁就会死于生产或者其他的意外。但他毕竟是皇帝，皇后最终还是要依附他生存的，后宫之事而已，他想控制就控制吧。正好他可以反过来利用皇后，借皇后之手铲除一些讨厌的大臣送进宫的妃子，打压他们的气焰等等。思绪里到这里，我的背后突然掀起一股凉意。难道云瑶也是？不只是云瑶，皇帝那些日子对我超出常理的宠爱。我握笔的手开始颤抖。皇帝身边的小太监突然来到我宫里，他说皇上在养心殿等我。娘娘，皇上有请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我如同往常一般行礼，一摞证据砸在我的脸上。皇贵妃，你当真是朕的贤妃啊？皇上咬牙切齿，婢子汤，好得很。他终于查到了这个。养心殿内安静的有些异常。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朕说的？我摇头，臣妾无话可说。想明白一些事情的我对皇帝已无半分好感，也不知道皇后有能力是君没有。皇帝被我的态度气得牙痒痒，平日里皇后不给他脸就算了，如今连我也这样。好，来人，传朕旨意，皇贵妃言行无状，德行有愧，擢降为妃，禁足2年，妃诏不得探视。皇后娘娘驾到。得了消息的皇后匆匆赶来，皇上盯着她冷哼一声，皇后好大的阵仗。皇后不理睬她的阴阳怪气，大手一挥，事情的来龙去脉臣妾已经了解了。妹妹孩童心性，一时糊涂，皇帝何必如此动气？依本宫看，禁足便免了，降为淑妃即可。放肆！皇帝被气得不轻，眼睛瞪得浑圆。皇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臣妾明白了。皇帝的旨意记一下，臣妾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皇帝总算气顺了些，可下一秒，皇后的话差点气昏他。之下，传本宫懿旨，临妃进位淑妃，赐协理6宫之权。狗皇帝，好不容易推进新剧情了，你给我禁足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该死的游戏又没有解禁足的选项，我还忘存档了。呜呼哀哉！其实这场关于我的拉锯战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皇后赢了，可她并不满意。归根结底，她也没把皇帝当个人。一晃2年过去了，真的是一晃，感觉自己眼睛一闭一睁就是1个月。我明白，这都是皇后的功劳。这24次眨眼里，宫里又添了几个公主和1位5姬生的皇子。也许是明白自己的后宫中除了皇后和异域女子外，再无人能生下儿子，皇帝放弃尝试，开始考虑立储。恭喜妹妹解了禁足，本宫这段时间怕是没空来陪妹妹说话，过些日子再来。我解禁足的那日，皇后匆匆来了一次，略做作就走了。我知道她得去忙立储的事情。前朝风云变幻，父亲偷偷派人传信告诉我，皇后联络了一众朝臣，举荐大皇子为太子。大皇子是皇后所生，既是嫡子，更是长子。这些年，皇后将他教得极好，立大皇子为太子，于情于理都是最合适的。至于我的羲和与3皇子，按皇后的心里话来说，我们这个世界的设定下，异域女所生之子没有立储的资格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看着眼前赐死的密诏和一杯毒酒，内心讥讽不已。这是皇帝秘密赐给我的。就在我解了禁足的第2日，他让我服毒自尽。他欲将2皇子过继给一个家世不高不低的妃子，他有意立2皇子为太子。皇后啊，终究是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。显然，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完全是他理解的那样了。要喝吗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？皇帝并没有给我限定服用期限，只让我尽快考虑，若想不通，他会采取一些旁的手段。小桃，我轻声呼唤门外的小桃，帮我将这封信传递给父亲，记住，一定不要让旁人知晓。说罢，我倒掉了毒酒。毒酒吗？宫里多的是，不急于今天喝。皇帝和皇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，太子只能是大皇子。皇后以全然不顾皇帝面子，说话也是以命令的语气。
放肆！朕才是皇帝，前朝之事，岂容你一介妇人插嘴？皇后对皇帝的威压置若罔闻，她居高临下的看着坐在龙椅上的皇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坨数据，我才是主控。你大可以试试能不能立二皇子。皇上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皇后骂什么东西，他抬手打了皇后一耳光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皇后言行疯癫，难担一国之母之位，即刻废后，打入冷宫。令立二皇子羲和为太子，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皇帝伸出去的手还没收回来，时空突然静止了。下一秒，时光倒流，时间又回到了立储的前一天。太子只能是大皇子。皇后以全然不顾皇帝面子，说话也是以命令的语气。放肆！朕才是皇帝，前朝之事，岂容你一介妇人插嘴？立二皇子羲和为太子，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朕才是皇帝，前朝之事，岂容你一介妇人插嘴？立二皇子羲和为太子，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立二皇子羲和为太子，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立二皇子羲和为太子，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即刻传旨，不容有失。不容有失，不容有失，不容。也不知轮回了多少次，皇后累得满头大汗，右手止不住的颤抖。皇帝也觉得自己很累，但他不明白自己只是下个旨而已，怎么会累成这样？狗皇帝，去死吧！皇后装不出端庄贤淑了，她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把匕首，直冲皇帝而来。有刺客，护驾！皇后没来得及行刺皇上，就被禁卫军扣住。因为是皇后的缘故，他们也不敢直接击杀，把皇后打入冷宫。二皇子即刻搬入太子府。皇后的眼里写满失望与厌恶。东方延祸，你给我等着！丰富！恭喜主控解锁屠龙线，是否进入剧情？这一次时光倒流，皇后的游戏系统弹出了新的选项。皇后的眼睛冒着光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。恭喜玩家获得了林家军的支持，请玩家在傍晚时前往紫晨宫开启任务，密谋造反。紫晨宫，皇后呢喃着，突然张大嘴巴。咪咪，皇后卡着时间来到我的宫殿，还未等她开口，我已感恩戴德的跪下，臣妾多谢皇后娘娘。皇后懵了，你谢我什么？我变出一对猫耳，皇后立刻发出尖锐的报名。你，没错，托娘娘的福，我已经恢复了些许妖力。我知娘娘与陛下因立储之事离心，已托人给父亲传信，与娘娘里应外合。皇后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咪咪懂什么？她只不过想报恩而已。等我掀了这个狗皇帝，一定封咪咪做我的皇后。我勾起嘴角，好。什么？我动了动耳朵，我说，好喜欢皇后娘娘。我们在第3次轮回的时候造反成功，皇帝被皇后一把从龙椅上拽了下来，他面目狰狞地把匕首插进皇帝脖子。狗东西，我说了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。自从和我统一战线后，皇后半真半假的把自己超能力告诉了我。实不相瞒，我打小就有操控时间的能力，所以咱们这次作战，即使失败了也没事，只要我没当场毙命，我就能让咱们完好无损地回到造反的前一天。其实如果是传统的文游，即使我死了也能独当再来，但这是新出的沉浸式体验游戏，规则稍微有点不同，之前还出过 bug， 我会不会有风险啊？哎，应该不会，咪咪又不会害我。我装作惊讶，实则记下了最重要的一点：皇后的能力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施展。皇帝在不解与愤恨中没了声息。皇后擦了擦沾血的脸，转身冲我笑道：“咪咪，我们成功。”她惊讶地看着胸口刺入的匕首，抬眼看着我：“咪咪。”我用她经常在内心说的脏话告诉她：“咪你个大头鬼！”主控。皇后惊慌地抬起右手，爹，砍她的手。我爹早有准备，眨眼间就让这位皇后人手分离。怕她还有别的手段，我将匕首又往里送了2分。大口的鲜血从皇后嘴里涌出，她的嘴唇蠕动着，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。我就这么看着她瞪大了眼睛倒在血泊之中。恭喜您谋反成功，现在您可以升级为主控了。
一个不像活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是否升级？在眼前弹出的虚幻影像中，我抬起右手，将是握在手中。这就是皇后口中的游戏系统。皇后到死都不知道，她前些日子找过我。她问我，你编的故事很有趣，有兴趣成为真的剧情妃吗？没错，是她让我长出一双猫耳，借此彻底获得皇后的信任。你和皇帝是唯二觉醒的数据，但是你比皇帝觉醒的更快些。我们很欣赏你，如果你能完成任务谋反，我们可以让你升级成为主控。谋反，反的是皇帝，也是主控。我们林家反了，天下却无人反对，因为皇帝早就德不配位了。造反成功后，我爹做了皇帝，而我做了公主，是可以继承皇位的公主。他们说这应该叫皇太女，但我觉得叫公主也挺好的。毕竟没人敢因为我叫公主而把我送去和亲，或是嫁给末位世子、大臣。我已经掌控了时间之力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治国之道。我将比所有人都优秀。系统说，皇后的灵魂想见我一面。她的灵魂会去哪？回到原世界，或者永远留在这里。您是主控，可以决定她的去留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见她。她在哪？系统让我闭眼。再睁眼，我们站在了虚空之中。皇后以一身怪异的打扮站在我的面前。你骗了我。我点头。为什么？我才是21世纪的人。这句话是他文系统的。系统没有人类的感情，只讲利弊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，让原始数据做主控，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皇后认为系统疯了，又对我说，把主控的身份还给我好不好？这是个陷阱，你拿了这个身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果断地拒绝了他。为什么？你们都疯了。你还记得真的妃吗？我问他。皇后思索片刻，有印象，一个不出众的妃子而已。怎么？我望着她的眼睛，我记得她生下了皇长子。皇后也看着我，你从那个时候就有自我意识了。我笑了，不，更早之前，在你还是毒妇的时候。皇后想起了什么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上一档我是很毒了些，可我这一档对你很好啊。我抚摸着皇后的脸，就像她之前抚摸我一样。我怎么会因为你那带有目的的好，就忘了你是怎么把我们当成游戏，怎么害死云瑶的呢？我亲爱的皇后娘娘。我将她的脸丢至一旁，转身离去。可她又没有觉醒，只是一份数据。皇后仍然不甘心。我挥挥手，对系统说，别让她回去了，把她也变成数据吧。2025年9月9日，我是一大学生，因熬夜打游戏猝死在家中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